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今晚是祝棚节，祝大家祝棚节欢喜快乐。9月6日新闻，今日摘要：祝棚节加强戒备，川普推动谈判进展，多地计划庆祝大屠杀，法国亲以色列集会。国防部官方消息，戈兰旅拦截叙利亚武器走私。戈兰旅第474旅742营士兵在595营观察员确认目标后，成功逮捕2名从叙利亚向以色列走私5支手枪的嫌疑人，并将其与武器移交安全部队处理。以军戒备加强，与民众共庆节期。今晚进入为期7天的祝棚节，人们住在苏克棚里，手持4种植物欢庆，以纪念上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庇护，象征团结与信仰。节日紧随庄严的犹太新年之后，是充满喜乐的时刻。节前，一个摊位向穿制服的士兵免费提供4种植物套装，市价约100至800多新谢克尔，因质量与品相而异。同时，以军在10月7日入侵与屠杀周年之际，进入高度戒备，尤其在犹太、撒玛利亚及边境地区。以色列国防军部署战术棚屋，让士兵在战地中也能履行节期诫命，提醒民众在履行节期诫命欢庆之余，务必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警报。若发现异常，请立即拨打100报警。以色列代表团赴埃及谈判。以色列代表团已前往沙姆沙伊赫继续谈判，由战略事务部长朗德莫领导，预计2至3天内确定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提交调解方的文件被称为以色列的最终版本，体现核心安全利益，并计划与调解方在埃及或卡塔尔建立联合指挥中心监督执行。内塔尼亚胡重申人质归国是首要目标，表示在所有人质获释前不会推进其他条款，并坚决排除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战后加沙的角色。若哈马斯未按川普设定期限释放人质，以色列将在盟友支持下恢复战斗。川普计划谈判受阻，哈马斯坚持释放马尔万·巴尔古提与艾哈迈德·萨达特，要求全面停火，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开放过境点并启动重建，令谈判陷入僵局。哈马斯代表团已与埃及情报高层会晤，提出建立国际监督机制，以确保协议落实，并表示在未实现全面停火和撤军前，不会进入政治解决阶段。美国方面称，人质谈判进展积极，川普预计第1阶段本周可完成，并警告伊朗勿重启核计划。国务卿卢比奥称，协议细节已完成约 90%， 余下为后勤问题。川普同时强调，德国总理支持川普计划，呼吁加速停火协议。德国总理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后表示，祝贺以色列支持川普总统的计划，并称以军宣布从加沙部分撤出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他呼吁埃及谈判尽快达成协议，实现停火、人质释放、人道通道开放及哈马斯解除武装。哈马斯的人质与停火方案，哈马斯提出2项关键条件，一是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并要求以军撤离加沙城；二是要求释放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被俘的努赫巴突击队成员。以色列已明确拒绝。外媒报道，哈马斯已开始收集以色列伤亡者遗体，并请求以色列暂停轰炸以完成任务。如协议最终达成，人质将通过红十字会逐步转交，以直接方式送回以色列，不举行公开仪式。哈马斯否认外媒关于同意移交武器给埃及巴勒斯坦机构的报道，称此消息完全错误，毫无根据。
美方重申加沙非军事化与战后安排。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强调，第二阶段将聚焦加沙非军事化，这一过程将艰难且漫长，短期内无法建立一个无哈马斯的加沙治理结构。川普也在采访中重申，如哈马斯拒绝交权，他将被彻底摧毁。开罗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埃及总情报局已强化安保措施，在哈马斯代表团行程路线和会议地点部署额外安保力量及信号屏蔽系统。会议重点包括停火、以军撤军范围及人质交换执行方式。以色列方面坚称，根据川普计划，即使部分撤军后，以军仍将在加沙保持自由行动权。调解方要求以方暂停空袭。以色列今日报援引政治消息人士称，调解方要求以色列暂时停止空袭，以便哈马斯收集幸存人质及遇难者遗体。此举被视为谈判营造最后窗口期。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目标。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其布钦地区，消灭一名恢复真主党防空能力的恐怖分子。随后战机袭击贝卡多处目标，包括拉德万部队军营，并在赫梅尔地区继续空袭。10月7日纪念日，明天不仅是犹太圣日祝棚节，也是1年前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屠杀平民的纪念日。那场大屠杀中，数百名婴儿、妇女和平民被折磨、残杀，成为以色列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恐袭。自拍船队抗议者咬伤狱警。一名西班牙籍自拍船队成员在凯奇奥特监狱体检期间咬伤医务人员，该人明日原定获释，袭击造成医务人员轻伤，警方已介入调查。以军在加沙持续清剿威胁。以军在加沙多地持续空袭与地面打击。南方司令部司令亚尼夫·阿索尔少将下令，一旦发现威胁即刻清除。行动中，部队摧毁一枚准备发射至以色列中部的远程火箭弹，查获大量武器弹药。哈马斯向以军发射迫击炮弹，致一名士兵轻伤。以军回击并消灭袭击者。另一恐怖小队途中被击毙。北加沙及加沙城多地遭炮击与空袭，直升机在里马勒区打击多名恐怖分子。以军保持全面作战准备。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确认，以军在加沙保持全面作战准备。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位于加沙市中心，准备应对任何情况。如果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以军将再次加大火力。卡茨强调，即使战争结束，以军仍将在加沙保持控制地位。以色列政府发言人澄清，目前不存在停火协议，仅是部分打击的暂时暂停。以军仍可为防御目的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以色列重申释放人质立场。以色列内阁成员、前辛贝特局长阿维迪希特警告称，哈马斯正在利用拖延战术以争取更多停火时间。他表示，我们必须坚决、果断，要求立即释放人质，不允许拖延。哈马斯持续要求释放数百名已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其中包括参与10月7日屠杀的凶手与强奸犯。以色列此前已明确拒绝此类条件，强调不会为恐怖分子妥协。犹太和撒玛利亚安全与反恐行动。以军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持续展开安全与反恐行动。以法联旅发现嫌疑人向隔离墙及卡尔基利亚附近阵地投掷石块，并将其击中。埃及翁旅杜夫德万部队拦截多名试图越境的巴勒斯坦人，数分钟内完成行动。图巴斯地区狙击手包围建筑物，逮捕一户恐怖分子家庭3名通缉成员。以军称这些行动是防止渗透以色列的重要举措。
埃拉特防御部署加强。南部城市埃拉特为应对胡塞武装无人机威胁，已部署10个便携式防空洞，供居民在紧急情况下避险。当地政府表示，将持续加强防空设施，确保居民安全。哈雷迪哈斯摩奈姆旅部署加沙。哈雷迪哈斯摩奈姆战斗旅正部署前往加沙，并以异地絮语发出讯息。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他们还带着祝棚节的棕榈枝。内塔尼亚胡表态，总理在与阵亡者家属及英勇论坛管理层的会面中表示，在21项计划条款中，在第1条，所有人质，包括生者与遇难者，全部被带回以色列领土之前，我们不会进入任何下一个阶段。谈判前景悲观。以色列看新闻报道，尽管川普总统与内塔尼亚胡表现乐观，但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没有突破迹象。以色列国内情绪分化。根据以色列政策规划研究所指数，右翼与左翼支持者的情绪差异明显。利库德党与犹太力量支持者主要感受为坚定，而贝内特党、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埃森科特党和民主党支持者普遍表现出忧虑、愤怒与绝望。宗教复国主义党、沙斯党与统一妥拉犹太教党支持者的主要情绪则是乐观。令人震惊的集会。多地计划于10月7日举行名为大屠杀是美好的集会，其中包括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下午1点的活动，引发公愤，舆论谴责这是对文明的亵渎。哈马斯声明，哈马斯称，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80%以上区域，2年多的战斗摧毁超过 26.8 万套房屋，造成严重人道危机。法国亲以色列集会。今天法国多地举行亲以色列集会，民众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并纪念受害者。川普威胁伊朗。川普总统警告伊朗不要重启核武计划，并表示如果伊朗选择走这条路，我们将迅速回应，不会等太久。美国航空母舰增援中东。美国已向地中海部署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母，预计将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向红海，以在这一关键阶段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军扩建以色列反导基地。美国正在扩大其在以色列南部的萨德反导系统基地，将发射架从6个增加至11个，每套系统由42至48个发射装置组成。升级后，总体防御导弹数量可能达到约550枚。根据开源情报与卫星图像报道。航空旅行动态。有可靠消息称，土耳其航空计划恢复往返以色列航班，但尚未正式确认。业内人士指出，这条航线对该公司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国际动态。叙利亚前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在俄罗斯藏身期间疑似中毒，险些身亡。荷兰阿姆斯特丹爆发大规模亲巴勒斯坦抗议，约25万人集会，抗议荷兰政府的亲以立场，并声援巴勒斯坦。总结，以色列在祝棚节加强戒备，内塔尼亚胡重申人质为首要目标，川普推进人质协议，哈马斯强硬令谈判受阻，以军继续打击目标，美军增兵中东，局势紧张。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